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哈。那么北京时间8点半我们今天又开始来做一个直播了哈。那么今天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新闻哈，然后呢就说一个故事吧，就是中国这个运动界中华民族运动界里面有4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哈。然后这4个故事是什么呢？一个是小山智利的逆袭，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马家军的臣服，中国游泳界的这个起伏啊。第4个故事是什么呢？中国女排这个惊天大逆转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以这个为破题哈，专门讲一下这就2代中国人在日本打乒乓球的这个故事。所以呢，先把这个小山智利的这个故事大致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呢知道小山智利这个人呢，其实呢是在94年的广岛奥运会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92年是巴塞罗那奥运会，然后呢88年汉城，然后呢90年好像是北京亚运会，然后呢到94年的时候呢是广岛亚运会。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刚好10岁嘛，然后10岁的时候呢，就是中央电视台派了很多的这个记者，然后到广岛去采访，然后呢也是按照日本官方的这个宣传口径说这个广岛呢曾经是这个被原子弹爆炸过的一个城市哈，然后呢怎么样，然后后来呢怎么样，把它经济又复兴了起来，然后呢现在可以搞一个亚运会，所以呢就去采访。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中国的少年其实对这些体育运动呢还是特别的感兴趣的然后呢，我们的大部分的偶像要么是歌手，要么是歌星，要么就是这些精英的这个运动员然后呢，他们能够代表着我们的梦想和希望，然后呢，带着这个国家往前走但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本身呢，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希望并不是那么大，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主要是出口导向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基本上就是来料加工，容易期望在运动上面呢，然后呢，有那种就是下课上的那种精英的那种爽快感就是运动是最容易创造英雄取得胜利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得到大家的尊敬嘛。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确实对这个亚运会呢，其实有很大的关注关键是呢，94年的时候呢，中国的这个乒乓球队有一个叫做邓亚萍的就不知道年轻一辈知不知道反正那时候邓亚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出名就凡是只要是打这个乒乓球比赛就是除了邓亚萍之外基本上就不考虑其他任何人。就是当时邓亚萍是正值当打之年，然后呢，就是这个球技也非常的凶狠然后呢，就是打球的那个观感也特别的好，就是说气势很足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看过就是打乒乓球有那么足的气势的这个运动员就是有人说形容邓亚萍在这个场上就像那个小老虎一样就是喊那么一下，然后呢，对吧，就能把人家这个魂都给震碎就他那一声吼能够把人家都给吓得尿都出3滴就这种水平的一个这个就乒乓球运动员给这个中国人的那个叫做那种就是打的那种强心针的那种效果可能是现在这个年代你很难想象的，就觉得邓亚萍这个人是不可战胜的。那么就在这种前提之下呢，这个有一个叫做日本的一个这个叫做乒乓球运动员，他叫做小山智利然后呢，这个小山智利呢，本来呢是个上海姑娘然后呢嫁给了一个日本的工程师然后她原名叫做何智利，然后呢她最后呢就改名叫做小山智利然后呢她其实是89年的时候呢就已经退出了中国国家队其实也没有怎么样打球了。开始的时候呢大家也不太关注她，当时的时候呢国家队呢其实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焦点是那个在台北打球的那个叫陈静那么陈静呢据说是实力非常的强有可能成为拦路虎所以呢基本上都比较关注陈静但是呢对于小山智利呢就是属于中国教练组也没怎么样特别大的关注因为他呢当时呢已经30岁了就已经过了这个运动员，尤其是这个乒乓球运动员的这个黄金年龄你像这个福原爱福原爱也没有打到30岁，我记得他27、8的时候就退役了，就打不动了。基本上乒乓球这个运动呢，它不适合30岁的人去打就是有的时候呢反应慢一点。你要知道呢，这个乒乓球它为什么不太适合这个中年去打呢？倒不是说它需要那个体力怎么样，而是说呢，那个动体视力就是说动体视力这个衰老是没有办法弥补的就是你如果是什么篮球足球这些球比较大，然后旋转比较少的话呢，那相对来讲这个动体视力的影响呢不会太严重但是呢，你如果是打乒乓球的话呢，就那个什么旋转它怎么样旋转然后对方用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手法然后这些人对方有没有用假动作这些所有东西都在瞬间里面呢，要用你的动体视力去捕捉。然后呢，你一旦过了30之后呢，你的动体视力是极度下降的然后呢，你会发现你就不好打。比如说那个棒球运动员他有一个叫做铃木一郎就是那个在日本最知名的一个铃木一郎他也是就是说他这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的这个自律程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呢也没有吃胖，然后呢也没有肥肉，然后呢一直坚持锻炼，然后呢一直处于最好的这个竞技状态。但是呢在棒球这个运动里面呢，他年纪一大之后呢，这个跟队采访的那个记者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铃木一郎的这个叫做动体视力能力下降。也就是说动体视力能力一下降之后，就棒球扔过来的时候，他这个旋转你那一瞬间那个判断会错误，他的防守能力还有包括就是他的这个偷垒能力这些东西呢都还处于上层，但是呢他就打不了这个打击手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呢你就明白就是在乒乓球这个运动上面呢，其实30岁已经是相当的一个老将基本上就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有威胁的一个对手说到这个动体视力，我顺便插一句就是我也是30多岁去学这个汽车的嘛，去学开车。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就真的知道，就是开车的时候呢，他会做一个那个叫动体视力的测验。然后我旁边的那18、19岁的那个小年轻然后他们那个动体视力就拿满分，我那个就50几分，就是30岁的动体视力就这么个水平所以呢，大家也要理解就是运动呢，基本上都不是属于这个就是中年人一般呢属于这个年轻人。所以呢，这个小山智利30岁，然后呢，邓亚萍23属于那个当打之年。
然后呢，这个教练也去看了这个小山智利的打的比赛，然后呢，觉得这小山智利打的也就一般然后呢，就是觉得没什么威胁，人家这个小山智利2年没打球了，然后呢，没有担心过这么一个对手然后呢，就开始那个叫亚运会那个征战然后呢。就像那个杨毅那个说书里面讲的一样，就是小山智利在1994年的广岛奥运会，不是广岛奥运会了，广岛亚运会打出了一个什么呢？打出了生涯代表作就是他能够打出那个就是没有更有气势的这种乒乓球然后呢，一开始在应该是那个8进4的那个比赛里面，他就把那个中国最大的那个敌人就是当时中国队最害怕，就有可能跟中国去抢金牌的那个陈进台北的那个陈进，中华台北的那个陈进呢，把他给干掉了。然后呢，打得干净利落，然后呢，打到这个半决赛，然后遇到的是那个叫做天下第二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就是乔红。那时候乔红和邓亚萍2个人是搭档打双打，那是天下无敌。然后呢，乔红每次呢只是打不过邓亚萍，谁都打不过所以呢，当时呢基本都是乔红帮邓亚萍把所有的敌人都扫掉，然后呢，邓亚萍在最后把乔红打掉，基本上就这么一个剧情但是呢，乔红遇上了小山智利也没打过，然后呢，被小山智利呢也是干掉最后呢就来到这个决赛赛场上面，然后就是小山智利对上了邓亚萍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呢才开始比较注意小山智利这个选手然后呢也没有想着他一定能够打得赢邓亚萍，因为邓亚萍是奥运冠军的，他这个能力很强，然后又有霸气不是说那个就遇事吼3吼嘛，就实在打不过的时候他一吼，那敌人不就那个胆战心惊就打不过了嘛，所以呢就2个人就开始打嘛，然后结果打着打着就是你不要说这个球技上面就一开始的时候呢，邓亚萍可能有点轻敌然后呢丢了第1局然后好像是，然后呢打到后来的时候呢。这个小山智利越打这个越兴奋，然后呢，突然有一球打过去然后呢，拿下了1分1分那个长拍对决然后呢，大喊了一声哟西就是那个日文说的那个哟西这个喊的那个气势很足然后震响了整个那个叫做体育馆然后呢，你就想想看，当时的1994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还不是那么的那个叫做。怎么讲吧，也不能说那么正常吧。当时的那个中日关系还是相当复杂，然后特别的敏感然后呢，这个小山智利，你明明是个中国人你明明会1万句中文，然后呢，你知道这个 Yoshi 代表的什么意思你全中国的人看那个什么地雷战、地道战，看那个什么就是那些抗日的那些剧然后什么那个叫做什么米西什么 Yoshi 什么的萨基基头基基这种东西，他听得很清楚，他永远都知道 Yoshi 是什么意思他中国人，你说就现在这个中国人不知道 Yoshi 是什么意思的人都很少然后呢，不知道 Yamete 的也很少就基本上都知道 Yoshi 是什么意思但是呢，他当时一叫之后吧，整个那个叫做电视机前面的那个观众就中国那个时候都挤在电视机前面看这个决赛嘛，当时就惊呆了就一个中国人。嫁给了一个日本人，然后呢打了一个球，然后啪一声喊了一个 Yoshi 然后呢兴奋的那个状态然后呢一下就成了一个民族公敌全民公敌，大家都看着他不顺眼但是呢，关键是他打完这球之后呢，之前呢只是说打了个好球，他喊个 Yoshi 然后呢后来是什么？就是说每打一个球他都喊一个 Yoshi 然后呢就开始不停的给自己打气那打的鸡血一样，啪一下哔哔哔哔，然后你就感觉他那个每一声 Yoshi 就像一个马达一样往自己那个什么心脏里面给他崩血，你知道，嘣就给他崩血，然后越打越兴奋，最后居然把那个邓亚萍给干掉了然后居然是长出一口气，然后呢帮日本队拿到了一块亚运会的这个叫做乒乓球金牌，确实是很震撼然后呢震撼完之后，这个事情还没完，然后呢就是还有那些什么上海的那个侨友会然后呢在海外然后呢专门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书记说这个何自立是上海人对吧？你们上海人你们要管的呀。你说何自立他现在在日本你管不了，但是何自立他爸呢他妈呢他们都是在这中国的吧，你们总得管一管吧？怎么搞的？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多么的伤害中华人民的感情这是个Yoshi这一声叫出来那不得了的，那就是让很多人就根本就没办法接受所以呢，那个侨民会的那个主席都打给那个上海市长，他说，如果说呢你自己不动手，不把那个何志立给我这个怎么样一下那么我们就我们这个侨民会不择手段我们也要把他那一租他就是什么呢？上海话就是说把他干掉然后呢，就是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对于小山智利的整个这个就是民族情绪其实是一个无比的高涨就是觉得这个人呢就是汉奸，然后卖国，然后怎么样，这就是我们当时能够知道的这个中国乒乓球队这个小山智利的这个故事的这个前半部分的故事然后呢，等到后来慢慢的大家去发掘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会发现呢，这后面的东西呢就很多，从一个全民汉奸，然后大家都骂死他的一个小山智利，然后慢慢再翻转过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有很多这个中国乒乓球的一些内幕呢就出来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呢就有专门的一本书，就是专门在写这个小山智利的那一段时间的故事其实你也会很感触就是因为时代不一样所以呢你会感触那个时代的人他做事情为什么是以这种逻辑在行为你就知道呢，这个小山智利和中国队他为什么有这么深的这个叫做那个仇恨呢？然后呢一定要做这个复仇的女人呢？其实呢是因为呢就中国。那时候的乒乓球队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当时的乒乓球队内部都是有让球这么一个专门的那种
手段啊，然后呢，就是为了要保证能够拿到这块金牌啊，然后呢，就决定呢让那些让对手最难受的那个选手上去打，然后呢，能够保证呢一定能拿下这块金牌。所以呢，当时呢是有一个非常不良的一个习惯哈，就是让球这么一个习惯。现在能讲了，就是因为小山智利把这个事情爆出来了哈。如果说你现在的中国乒乓球队还在搞让球的话呢，那么就有可能涉及到这个不公平竞赛，就是说你这样打是不行的，就是说现在奥运精神是不准许你这样，你这要操纵比赛啊。以前我们都认为哈，就是打乒乓球都是凭自己的实力打上去，然后呢谁冠军谁厉害怎么样。但是呢，从小山智利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才把整个让球的这个真相告诉了全中国的人哈。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对小山智利的评价呢又扳回来一点啊，然后呢就会说他也有他可怜的地方。那么当时具体的一个描述吧，大家也可以去看那个杨毅做的那个解说哈，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但是呢，有一点呢，我可以帮你稍微总结一下啊，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呢，何志丽啊，大概还是中国国家队，然后大概是23、4岁的样子哈，然后呢，相对来讲还是属于比较当打之年的一个状态哈。然后当时的时候呢，打这个印度的这个叫做世乒赛还是世锦赛，我忘了。然后呢，当时呢，就有几个这个让球的比赛啊，何志丽都参与的哈。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陈静和何志丽打的时候呢，那么陈静呢让了何志丽啊，就是陈静其实呢是当时中国队用心培养的一个就是下一代的接班人哈。但是呢，当时在这个印度的这场这个世锦赛还是世乒赛当中呢，这个陈静呢就让了这个小山智利啊。第二个呢，又轮到小山智利打那个管建华。管建华呢也是队里面要求哈，就是说他能够比较克制梁英子哈，就是那个南朝鲜，就是当时叫南朝鲜，就是韩国的那个球员。然后呢说这个管建华比较克制韩国这个球员，所以呢当时呢要求是何志丽要让球给这个管建华，然后呢让管建华去打决赛。但是呢这个何志丽啊，这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巨哈。我们讲这个上海姑娘，就是这个上海姑娘叫罗迪亚，就是很厉害，她非常厉害。她当时就不想让，然后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装模作样，好像要不让的样子哈。后来呢，又打着，然后呢18-10的时候又输了10个球，然后好像又要让的样子啊。然后呢，后来又不让了，然后呢，把管建华打的就是那什么，就是那个打出心理阴影了。你到底是让还是不让啊？我打了那么多个脸色，你到底是让我上还是不让我上呢？结果呢，何志丽就没听啊，然后呢就把管建华给打下去了。打下去之后，那不得了了。全中国队啊，教练不高兴，女队里面那个成员也不高兴。这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何志丽啊，你一直都是靠自己实力打上来的也行，也就是说大家也服你，你个人英雄主义那也可以。但是你之前的那个陈静那一场，你是受益者啊，怎么回事？这个规则就是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就支持，然后对你不利的时候，你就我就不支持，然后我就把管建华给打掉了。然后呢，就这个事情吧，就导致当时何志丽在整个中国队里面呢，就属于一个非常孤立的一个状态。当时本身那个梁英子那个对手呢，也是个中国球员。当时中国球员可能4强里面有3个中国球员，你看看就这种情况啊，就中国乒乓球队强到这种程度。然后呢，就一个韩国的这个梁英子啊，叫南朝鲜啊。然后当时的那个中国球员呢，如果他把梁英子干掉的话呢，何志丽还好办啊，就说我就反正这个金牌都是中国的，无所谓，到时候那时候就真凭实力打，对吧？但是呢。结果呢，那个梁英子还真把那个中国球员给干掉了，然后呢，决赛就变成何志丽对梁英子啊，就是本来大家认为管建华打梁英子是比较有利的，那你何志丽要打梁英子的话呢，大家就觉得可能就有点悬念了。然后同时呢，这个教练也不帮这个何志丽哈，结果呢，到最后呢，何志丽这个女生啊，就上海姑娘，老嗲，然后呢，就一个人咬碎钢牙哈，一个人打。生生把这个梁英子给他打下来，然后自己拿了块这个叫做个人冠军呢，然后呢就拿了块金牌，然后呢就从此呢就成为了一个就是怎么讲呢？他拿了这块金牌之后呢，全队没一个人高兴，虽然也是为国争光，也是个单打冠军，但是呢回去之后呢，这个所有的这些就是那些乒乓球的这个局里面的领导啊，这些领导呢都要开会，要批斗他，要批斗何志丽啊。你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你放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我们现在这个体育竞技的这个道德标准之下啊，你一个操纵比赛的，你一个打假球的，你一个让这个球员搞这个默契赛的啊，你要是你放在今天，你要是曝光这个丑闻，你想想看自己在国际体坛上啥形象？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居然认为这个是为国争光啊，集体主义，然后呢，他打假球无所谓啊，然后就是反而要批判那个不打假球的，然后呢，就是当时那个时代一个特有的一种就是那个政治氛围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把何志丽叫出来批判，然后何志丽也不是吃素的，然后呢就是大家都过来把何志丽骂一顿啊，你照理来说妈打假球你还好意思骂我，然后呢他就拿了个录音机，然后呢就说把大家骂我的话都录了一下，然后呢轮到你自己检查了，你自我检讨啊，你检讨与自我检讨，他一句话不说，咬碎钢牙，我一句话不说，然后呢看你咋样啊，然后呢反正你们骂我的我都录下来了，然后呢就这么一个刺头，一个罗嗲一个上海姑娘，然后呢到时候下一届的这个汉城奥运会，这个何志丽当打之年最好的时光啊，不让他去打啊，就从那个奥运会里面就不让他再参加这个比赛。所以呢，那个时候啊，从何志丽的时候啊，其实有好几个受害者，就包括那个管建华，还有那个陈静，还有何志丽啊，这些呢基本上都属于这个让球里面的受害者。然后呢，这帮人啊，
那个何志丽自从知道自己进不了奥运会之后，他马上就退役了。退役了之后呢，他就嫁到日本去了。然后呢，陈静呢也是因为让球这个事情就跑到中华台北去了。然后呢，管建华好像也出国了。反正就是当时就有一批这种，就是当时参与到了这种丑闻，就那种就是操纵比赛的这个行为里面的这帮人呢，有很多就是对中国乒乓球队就是心灰意冷，然后呢就跑到国外去，然后呢跑到国外去成为海外兵团啊，就是我们讲第一代的海外兵团啊。全国第一代对中国形成最大威胁的海外兵团，当时的呢是当时最能够打的，然后最有当打之年，然后呢实力最强的那帮人当中有一部分就因为这个让球事件，然后有好几个就出去海外，然后呢形成了最强的海外兵团。所以为什么那时候会说陈静是最大的威胁呢？就因为陈静他出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是说因为他水平不够，不是说因为他打不上冠军，不是说因为他打不过邓亚萍所以他出国去中华台北，他是因为他不想再打假球了，他就对这个深恶痛绝了，所以他才去人家那边。我要跟你公平竞赛，所以呢，这些人都成了就是中国队当时最大的这个叫做威胁哈。所以呢，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故事哈。一方面呢，你说这个何志丽哈，他当时喊那个优喜的时候啊，他那每一句话就是你怎么难过我怎么来啊，就是他可以喊好，牛啊，这我操，他喊什么都行，但是呢。他喊游戏，我知道你难受。他一个中国人，他不会讲中文吗？他中文溜溜的1万句中文哈，然后呢5000字中国汉字，随便的任何一句他都能够讲出来，但他非要讲游戏，就你怎么难受我怎么来。然后呢，我能气死你我就气死你。然后呢，通过这种愤怒啊，然后通过对你这种中国乒乓球队里面这种黑幕的这个控诉，然后呢，啪一下用力把那个邓亚萍给打下来。你要说是小山智丽一个人打下来的话，我觉得还不一定。可能是小山智丽啊、管建华，还有这个叫陈静这些人所有的精神凝聚在一起，就当时凝聚出来最强的海外兵团，然后他们当时对中国乒乓球队的那种恨，支撑着这个何志丽呢，最后呢拿到了这个广岛亚运会的这个金牌。所以呢，你就看这个小山智丽啊，他对中国队的那个恨啊，他是那种特别刻骨铭心的恨啊。就你要知道小山智丽他的名字啊，它叫做小山智丽。那么丽呢，在日文里面呢，其实呢泪啊泪，它是叫了一泪啊，但是有个长音的，它是可以叫泪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小山智丽在日本的这个名字，它就不写那个长音，把那个一给去掉了哈。然后呢，它就变成什么呢？叫做七烈啊，就把那个一去掉之后呢，它就变成七烈。七烈是在日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散的意思啊，就是比如说那个樱花散了，那就是七烈。然后呢，你比如说人死了，有的时候呢，作为一个比喻也是七烈，人的生命没了也是七烈哈。所以呢，人家叫那个小山智丽呢，他就叫小山七烈啊，对吧？就是说他拼得我一身剐，然后要把中国乒乓球队拉下马，就是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整体来讲，就是当时的那种维金牌论，就是为了要鼓舞自己国家的人民的士气，然后呢，就是用尽了这种龌龊的、肮脏的手段，然后呢，让这些球员打这种默契球、打假球，这就是我们当年的一个时代印记。同时呢，换到今天的这个日本来讲啊，就换到今天的日本乒乓球队啊，他们完全走了另一条的路线。然后呢，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张本美和的这么个事情啊。就是张本美和呢，他是日本自己培养出来的啊，应该叫日本自己培养出来的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不叫土生土长中国人。就他呢，他张本美和呢是有一个哥哥叫做张本智和，然后呢，张本智和和张本美和呢都是以前这个就是乒乓球国手啊，然后他们两个夫妻生的2个小孩，他们呢这个乒乓球国手移居日本啊，然后呢就自己生了2个小孩，然后呢从小4岁开始就给他做这个英才教育，然后呢就拼命的练这个乒乓球啊。你就说这种事情叫赢在起跑线上，然后呢人家那个小孩，日本小孩还在打棒球，还在踢足球，还在玩篮球的时候，这2个什么张本智和、张本美和就噼里啪啦就在打乒乓球，然后呢就从小练到就是到最后呢可以代表日本国家队出战啊。但是这个事情有非常大的争议啊，就为什么呢？就是以前的日本国家队啊，就是小山智丽那个叫做规划，那是一个特例啊。过了那个背景之后呢，就不是最好的乒乓球员去海外了啊。那么他都是什么国内淘汰下来的啊，在国内呢拿不到冠军。那么我们到日本来呢，搞一个兄妹哈，然后呢从小给他教育这个乒乓球。这2个小孩完全是中国的血统，然后呢按照这个日本的这个谄媚的这个角度把他给养起来。日本人也瞧不上他，然后中国人也瞧不上他。你要知道啊，就是我为什么专门把张本美和拿出来讲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张本智和哈，相对来讲啊，他还是有天赋的。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啊，就是如果说你早鸟先飞啊，笨鸟先飞，然后早入林，然后呢你早熟，然后你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乒乓球，然后呢你比别人起步早一点。那你比如说你4岁的时候你就在练乒乓球，人家都在踢足球，然后还在打篮球的时候，你在打6岁那个对手的时候，你当然会比较强啊，因为你是对吧？你是练出来的呢。但是呢，你光靠这个早练呢，他的那个天赋上限比较局限的话，他就算早练，他早练之后也会被人超越啊，这你就白练啊，就这么个道理哈。所以球爹这个东西啊，你这个就算早练也不能够弥补这个叫做天赋上的差距。张本智和啊，相对来讲呢，他天赋更高一些，但是呢，他那个妹妹那个张本美和呢，那天赋就差一点，他只是练得比别人早一点。所以呢，他现在张本美和呢，在日本女子里面呢，也不是拔尖的，也不是最好的。张本美和这个所有身上的每一根汗毛、每一滴血都是中国人的血。然后你让你加入了日本籍，然后你代表着日本队去打比赛的时候，你想想看日本人的这个心态是什么样子？
啊。日本现在这个国家疯狂到一种什么程度呢？就是所有的人他都想拉过来，然后帮他的体育添砖加瓦。他叫那个什么叫做篮球里面有那个八村垒，他现在就是疯狂的痴迷于这种东西。但是呢，你要明白啊，就是你请的这些雇佣兵过来，然后呢，你把人家的这个完全是人家的种族、人家的血统，然后就这样的人规划到你的日本来，然后你这样的人，如果说你拿不了冠军，你打不了第一，你没有这种天赋上碾压的话，日本人会怎么看你啊？你就想想看，就连八村垒这样的球员啊，八村垒现在在湖人打的风生水起，但是我跟你说过啊，就八村垒呢已经打完了他在日本国家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他一上去打球就被人网暴，你知道吗？日本人网暴到八村垒有心理阴影啊，他都有心理疾病，都要去看心理医生的啊，就这种情况。你说如果我是八村垒啊，我在美国赚那个钱我赚不好啊，我非要为了日本那点破事儿，然后争一个什么奥运的什么小组出线权，又不是争冠军。对不对？日本又不是强到冠军那个程度，我费那个劲，然后我被人骂成这样，我去打这个比赛，我是有病，脑子有病。那你想想看，八村垒都这个样子了，那张本美和是怎么样？这个张本美和他们那个日本队啊，然后呢和中国队那时候打那个叫做乒乓球那个决赛嘛，然后呢到最后呢就失分都是张本美和失的分，然后呢中国呢就当时日本呢就差一局就能赢中国，然后呢就这个事儿啊就把张本美和就给骂翻了。你要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自己的小孩啊，你自己培养的人，然后呢就是你家的亲生儿子哈，然后呢对吧？你看着他长大，你看着他努力，然后呢你参加比赛，然后你打不赢啊，那也无所谓对吧？自己的嘛，就是尽力就好了对吧？我们自己的小孩，我们对他没有那么多要求，他天赋就在这里啊，他不就是我们的孩子嘛，对不对？然后呢看比赛也不是专门要看输赢，我们也是看人努力的过程嘛。你看那个 Spy Family 里面最感人的是什么？就是那个黄昏看着这个阿尼亚啊，学习又不好，那个又不好，然后呢这个那个没天分，但是呢他就看哎这个阿尼亚每次考试之前用尽全力不看这个动画片了，然后呢噼里啪啦在那写作业，然后呢学习的很刻苦，然后那个脸上那个认真的表情。那么黄昏看到这个表情之后，他就说哎那算了，他已经努力了对吧？我们也不要强迫人家嘛对吧？他本身他就是个笨孩子。对吧？但是他努力了就可以了，这是人对这个子弟兵的这个看法，就是打不赢无所谓啊，反正就是努力就行了，然后呢自己心安理得就可以了。但是呢，你是雇佣兵啊，张本美和你是雇过来的，你跟这个他们的子弟兵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完全是属于什么？我们找你过来，给的钱你，然后让你舔日本，然后让你过来就是要你，对吧？给我拿冠军的啊，你不拿金牌，你这就是失败啊。所以呢，你要想想看，这种情况之下，他所面对的这种网络上的霸凌，还有包括这种骂他的那种程度啊，你是能够想象的吗？你根本想象不到啊！而且我说了，张本美和他不是那个叫做天赋碾压型的，他没有天赋啊，他就是靠努力，他就起步早了一点。他实际上本身他没有那么强。那么如果说呢，你本来这个，你比如日本队，你选3个人，然后你本来上去谁打都是打第2名，对吧？你打中国，你肯定第2名。你换一个其他人，换一个日本本土的，他也是第2名，和张本美和有多大区别？那我为什么要张本美和这个人呢？就在这样的舆论环境里面啊，张本美和跑出去打了这么一场比赛，然后呢输了一个底儿掉，所以呢你就明白了，小山智利那个时代啊，就是他呢是属于那种就是自我觉醒，然后呢他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象征，就是我呢，就是不服这个叫集团的管理哈，我呢要走个人的英雄路线。但反过来呢，你到张本美和那边，哎，他倒过来了哈，他就说我呢，我爸我妈啊拼了命的舔日本，帮他培养2个国手，结果呢？培养出来的结果是啥？你就张本美和就遭到这样的待遇哈，然后呢就吃这么大的苦。何智利他当时变成小山智利，变成了小山七代啊，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呢他不想为了这个唯金牌论，但是呢张本美和呢他是完全过来迎合日本人，就是用尽全力啊，我都要拿1块金牌，就要1块金牌啊，然后呢就我这个民族自尊心不要了，然后呢我这什么规划我该怎么规划就规划，然后呢一滴日本血都没有的我都要过来，然后呢就是为要了金牌，然后呢张本美和是在这种日本政府呢疯了一样的想要金牌的这种指导之下加入到日本国籍啊，在日本这个成长起来的一个人。那你说一下，我真的是感觉到一种叫做时代的颠覆，就是以前中国人啊是多么在乎那1块金牌啊，就有没有金牌对他来讲多重要啊，就是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所以我们就要那块金牌。但是呢，换到今天哈、你说日本是不是更加的这个叫做如狼似虎？为了1块金牌，白人来一个啊，这个黑的来一个，他有一个那个橄榄球队，那橄榄球队啊，11个球员9个都是外国人，然后可能就2个后面那个踢那个传球的那个那个小的才是日本人，然后其他全部都是外国人，就能够到这种程度。那到底是谁在继续疯狂？真的就是生无可恋啊，没有其他的希望和梦想，就只能靠体育。但是呢，你在做这个时候，你发现什么？就是他们的所有的民族呢，都抓着那帮人，抓着他们屁股后面，就噼里啪啦在那骂。然后呢，就真的就恍如隔世啊！就是以前我在中国看到的一切啊，居然现在在日本就重新发生了一遍啊！所以呢，只能觉得真的时代变了啊！就是小山智利到张本美和这一个过程当中啊，就这30年走下来，1994到2024年，这30年河东，30年河西，真的就走出了一个循环，就是中国从一个唯金牌论的一个国家，变成了一个有民族自信，然后呢，我们要有民族自尊，我们不在乎什么
什么了不起的这么一块金牌，中国足球踢不好无所谓，对吧？我就说了，你这打新加坡打平了，你们还有什么？哎呀，他妈中国这边新加坡打平，我都说了，这个小组里面最弱的是中国队啊，泰国、新加坡都比你强，你每一场都得拼，你任何一场轻敌你都有可能会打平或者会输，你不是这种心态，你怎么打这个36强赛？你还以为你是大爷呢？就中国现在这个，你就是新加坡的小弟，你就是泰国的小弟，赢了新加坡你就该偷笑，你就开心了，哎呀4-1赢了一个强队，哎呀该放放喵喵，对吧？你就说你就这样就可以了，对吧？你这中国足球就说虽成这样，我们也能看，对不对？你只要摆正态度啊，就是我们就是小组最差的啊，人家看我是菜，对吧？我不要看别人是菜，然后我们就是以菜的这个起点，然后跟人家拼一场3分是3分，对吧？然后最后能够出现，就只能这样打。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对这个中国足球队有多大期待嘛？也无所谓，他们拿不拿世界杯，出不出线，然后拿不拿什么金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乒乓球拿不拿冠军，拿的话开心，不拿也行，对不对？什么跳水啊，什么游泳啊，拿不拿，拿了开心啊，不拿也行。我们也会鼓励我们的运动员嘛，是吧？哎呀，无所谓，你都尽力了，对不对？然后呢，你不需要这么耿耿于怀嘛，一块金牌嘛，什么江山代有人才出，你开心就好，你别这个，对吧？那换过来，你看现在日本是什么一个情况啊？为了那块金牌啊，什么举国体制啊，整一个体育中心，然后把什么张本智和啊、张本美和，我们叫英才少年，我们聚在一起，哎呀，天天培训啊，噼里啪啦在那打，希望他们能够弄块金牌啊。然后呢，但是呢，你噼里啪啦培训那些又都不是日本人，全部都是中国人。那你说你这个对吧？你说这个日本是不是现在是进入了一个失心疯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反而进入了当年我们那个时代？所以呢，就是真的就是通过30年的转换啊，就让人觉得好像日本现在越活越像当年的中国，中国越活越像当年的日本。这就是我今天想讲这个小川智丽和张本美和这个30年之间变迁这个故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想把这个时代的变迁这个东西传递给各位观众啊，让大家知道啊，现在果然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一个时代了。